Welcome to Forever Summer， 欢迎来到我的视频。我今天要做的主题呢，就是 Japanese Shopping Haul。在我眼前有非常多的产品，我觉得起码有超过50样的产品，有些是回购不够要囤货的产品。那些产品我会尽量放在段影片的后半部。那我们就赶快进入产品的细节咯。日本的牙膏超级多。我现在有一个叫做 Pearl White， 因为它的这个贴纸啊，第一位，还有这一个是2017 No.1， 我就也买了。这两个盒子，你不觉得都跟台湾黑人牙膏的盒子比起来，感觉日本的牙膏高级很多吗？好，还买了一个这个叫做周一回齿集中美白，它其实就是一个小的牙膏啦。那我也有看过，好像是 Mag 吧，就是一个 YouTube Mag， 它也有介绍对牙齿美白的效果。我个人是觉得美白这种东西就是一个保养，是一个持续性的东西。只要抵抗力比较弱的时候，我头皮就会出现一些症状，所以我后来就变得非常注重我的头皮保养。那我这次就有看了一下，有人推荐这个 Clean。这个在台湾好像是净什么的吧？我在台湾也有买过，是蓝色的。这个也是头皮的保养，洗发的，一个是润发的，它就是有对你的头皮的一些菌有杀菌的效果。还有另外一个，那这个牌子叫做 Mochida， 它就有写说什么抗真菌成分、硝酸盐等，才200ml。这个的价格比这个的价格起码高了2倍到3倍。我在日本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背部出现了非常多的粉刺，所以嘞，我在逛药妆店的同时嘞，我就顺便购入了这一款。这个卸妆的产品是我这次去仙台住朋友家的时候，他就用这个，它是一个温热的产品，你一涂上去，你就会感受到这怎么热热。我后来才发现它是一个 hot cleansing gel， 然后回去网络上爬文才发现它非常的popular 东西，也不是每一个药妆店都找得到。比较大的药妆店，例如 Plaza， 那价格3800日币。有一个药妆店我找到它的时候，它是卖4100，所以你们自己要找好。它其实真正的价钱是3800日币，非常。那每一次去日本买面膜，除了回购以外，我一定会买新的面膜回来试试看。而是什么啊 Dr. Jewel。在日本药妆店很容易被那个贴纸吸引，是这个是日本资生堂旗下的一个小众品牌，早上精华一涂完我就可以直接上它了。这是我购入的面膜里面最贵的一款，不是每一个药妆店都可以找得到，然后它也不是说放在架上啊，大家可以自己拿，并不是，它可能你拿到它就是一个空壳，你要到柜台它才会给你一个赠品，因为它费用比较高。那有些药妆店它其实是锁在玻璃柜里面的，你要拿还要请店员过来帮忙你，非常的好用。用了2天，我就有同事跟我说，你皮肤最近变好了，就是这么神奇。这个特别的地方是它是透明梗的，它非常的软，它是一个很自然，它只会让你的睫有比较浓密的效果，它不会达到像美国 YouTube 那种一看就是一块海苔啊，或者有点看不到你双眼皮啊，或是你眼线等等，这个不会。另外这个嘞，它是比较 dramatic， 你可以看到它后半段是比较浓密，前半段比较不浓密，而且它的长度会比这个还要来得长，所以这2个是我这次买的睫毛产品，叫睫毛美容液。这个你们应该都知道，之前它有2种版本，这个是比较贵的版本，贵了起码1倍以上吧。这个的版本它是说你只要晚上涂就好了，另外一个它是跟你说你早上跟晚上都需要使用才可以达到它的效果，早上没有时间等睫毛营养液吸收进去再开始上妆，所以我就买了这个。这个嘞，我买它 again， 我刚刚说过，我只要看到这个贴纸就会不由自主的要购入，所以这是其中一个产品，它是 Argan Rich Oil。我朋友跟我说，这是日本非常有名的一个产品，比较浓稠的胶状。买它的原因就是我涂在手上，第1家药妆店没有买，到了第2家药妆店，其他晕的都晕了，就只有这个不动如山，所以就该买。是爱杜莎的修正液，它其实修正液是说可以使用在部分你需要的地方。那我一直都有在用 MAC 的这个 Prep and Prime， 叫做 Skin Define Zone Treatment。
在我出油容易出油、容易脱妆的地方，我会每天点一小粒像米的大小，点在这个部分，再上我其他想上的粉底液啊，或甚至是一些妆前，假如说 Pore Filler 的妆前，那这个的费用比较高，我在想这个可能会是这个的取代品了。小美人鱼 DHC 的这个唇油。这个唇油嘞，它真的好可爱哦！在买的同时，也是希望说我这个克兰斯的唇油被我家小狗咬成这样。这个克兰斯的唇油已经快要用完了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用过这个产品？我这个红色的地方每次都会沉淀。我曾经把那个沉淀的产品搅开，可是它还是之后会继续沉淀。那当然我也快用完了，所以我想说快用完了可以试试看这个，搞不好可以是一个替代品。我也买了这个产品。它的底妆产品会让你有抚平毛孔的效果，可是这个不知道为什么粉质非常的细，但是我每次用它都是就是会有结块的状况。那一周有在用这个 eCosmetic， 在我的妆都化好了，如果毛孔的状况还有存在的话，我就会拍一点点在上面，它立刻就会隐形了。那当然它的费用也比较高，效果非常的好。那我想说，如果这个可以取代它，那当然是最好的目前是没有取代的效果。好，我的粉饼就是旅行的时候摔破了，所以就想说把这个买这个来试试看，它还真的不错。然后还有送一个小粉扑。新的 EXO 的出的产品，这一个它是限定的包装，另外我还买了它的这一个好像有4个颜色吧，我是选择金色的，它是 Glowy Primer， 它还有 SPF 28，它其实就是说你的面膜贴上去，你把它装上去，它会更贴合，而且它有加耳朵。所以嘞走来走去你也不用担心面膜会一直往下滑，它就会帮你固定的好好的。唯一的小缺点就是它其实虽然是有勾住，所以它主要是这两边都还是有帮你的面膜更服帖你的肌肤。可是我觉得在下巴和在额头和在鼻子这个部分，它的力道就比较没有办法撑到这个中间的这个部分，所以还是会有一点点松松的感觉。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回购不够要囤货的产品。如果你们有使用卫生棉条，或是还没有使用过卫生棉条，想要使用看卫生棉条，我跟你们说，苏卫这个卫生棉条绝对是你们的首选。它好处是在它的这个管子非常的好滑。有些我在澳洲使用的卫生棉条也会有这些管子，他们可能会用纸做的塑胶做的它做的都没有这个好滑。买越多越好，大囤货。好，比较大的产品先讲完。然后2个应该你们都很熟悉的是这一个 Sabrino 的早安面膜，这次新买的是这一个口味。其实早安面膜我觉得好用是在它早上有一点凉凉的，让你有醒肤的感觉。面膜用的时候就是撑一下没有关系，是蛮服帖你的脸颊的。这是我非常喜欢的面膜，它好处就是它对脸的服帖度非常高，从这边开始两面下去的服帖你的肌肤。如果不够服帖的话，你就会有些部分的肌肤没有接触到，那面膜再好，没有接触到肌肤的话，也没有办法发挥它的作用。而且它的脂质、精华液在里面都非常的丰富，我非常非常的推荐，没有使用过它的一定要使用，或去日本必囤货的防晒霜。它真的好好用，它吸收非常的好，而且不跟我的底妆打架，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包装，那它常常会断货我很多地方都买不到，所以我买到时候就只要买到一个。Befesa 卸妆巾应该起码有5个颜色，我跟你们说。我每一个颜色都试用过了，紫色是最好卸的，最不好用的我就是新的出有油的那个银色的那一个，因为它用完之后你就觉得脸黏黏的，加油你就觉得说它可以卸眼妆，但是眼妆卸的不太好，还是要分开。那这一个是大小刚好，保湿度也很好，而且我跟你们说，它这个盖子的设计真的可以让你里面的卸妆巾都不会干。真的都不会干。那另外也是Befesa的产品妆它非常的快速，非常的好卸，不多说，就这么简单它是牙齿磁贴，它不是像美国那些一次就要贴30分钟到1个小时才会达到效果，它的追求是3分钟就可以拿下，你真的会感受到牙齿有美白的效果。
这个啊，用完之后非常的保湿，而且真的会产生非常非常多绵密的泡泡。我跟你们说，在泡澡啊，想要泡泡浴，没有泡泡不够多，泡泡不够松软，就真的是一个很失望的感觉。它绝对不会让你失望。是 IAU 这个品牌叫做 Labelle， 这个是保湿的产品线，这个是根据自然卷的头发而专门设计的产品线，这个是新的，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用，它是油，它是乳液，那这么多个。这个是我的心头好，本身就有眉毛，所以我只是希望它的颜色比较加深，然后 define 我的眉毛，所以这个是推到不能再推了。这是 Excel 的眼线胶笔，我之前是看小凯老师介绍的，因为他有出红色、绿色、咖啡色，还有浅咖啡色、可可色，还有黑色的。那我自己最喜欢的是 chocolate 跟 black， 它真的不晕。而且我在化妆的时候，我先画好眼线之后嘞，我会把眼皮扳起来，在内眼线的地方也涂。那膏体不够滑，或是膏体太硬，我真的画不上去。这个真的非常好画，一定要试试看。它的费用也不便宜。其实我发现 Excel 的产品啊，不是以便宜取胜的。那我就觉得目前来说，用完之后效果都很好。是吃的，我这一包里面本来有10包，我已经吃掉了2包吧。它每一包里面又有2小包。其实这个明太子啊，有非常多的牌子，然后甚至很多人会开始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啊，可能会加美乃滋啊等等。但是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去日本如果找得到，这是最好吃的。这个牌子叫做 S&B， 煮的就是说，你只要把 pasta 煮熟了、煮软了之后嘞，捞起来，把水晒干，再把这个倒进去，它还有一道小海苔倒进去，搅一搅，你就可以美味上桌啦。希望你们今天看得很过瘾。如果说你对任何产品有兴趣，对任何产品想要知道使用后的心得感受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那谢谢你们的观看。